大家好，欢迎来到咸鱼读书。今天要介绍的书叫做《人生大挑战》上集，作者是张国松。这本书是一套丛书里面的其中一集，作者写了一套书叫做《风云道者经典录》，分别是第一集《人生大挑战》，第二集《人生历史》，第三集《宇宙历史》。另外还有一个番外篇是作者的助手写的，他跟作者的相处点滴，叫做《人生的完结篇》。这本书据说编了蛮多版，我在网络上面一开始看到的并没有分上下集，但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是上集，所以如果你看过其他的版本，也许每一版会有些许不同。我一开始接触这本书是有人把它的内容做成 YouTube 影片，所以他在 YouTube 网站上面跟他自己架设的网站可以看到书的全文，因此你也不一定要去图书馆借。这本书的应该是副标题吧，叫做“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生当人类吗？”这整套书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讲。第一集的内容大概就是他的自传跟风云道者的一问一答，围绕着你为什么要出生当人类这个话题。进度大概就是从他出生到成人，到他成人当中遇到了一件事情，他自杀未遂，上集就结束了。那他接下来的人生经历应该会在下集跟之后的2本书里面写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所以我不敢很肯定的讲。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读到需要事先预警的书了。不过因为这本书我知道的管道是网路，所以我已经事先看过非常多的读者很不爽里面的内容。因此在这里郑重提醒，如果您有信教，而且信得蛮虔诚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批评你所信的宗教的话呢，那这本书跟这个所有系列建议都不要碰。这一本因为是讲他的自传，就是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那个时候台湾的民间信仰是道教嘛，所以这本主要是在讲道教。但是我看网络上的介绍，据说他到后期会骂所有的宗教。我也是有信仰，但是我看的是没有特别生气，因为我信仰的宗教本来就蛮常被骂的，我就习惯了。另外里面有一些行为或是风俗，因为我不是道教徒，所以我不太确定是否早期真的有那样子的习惯，这个部分就不特别评价。如果你不是道教徒，然后你特别想要看人家骂道教，你也可以看这本书，但是就我刚才讲的，后面他会骂所有的宗教，所以就斟酌观看吧。我目前没有到完全相信他写的内容，不过我也并不是信仰特别虔诚的人。我当初会知道这本书有一部分的原因，应该也是他有批评到我自己的宗教，但是我也蛮常看我的宗教的人在讨论一些经书的内容，甚至辩论。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的宗教不好，我通常会去看一看对方写的内容合不合理。而且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神真的存在，或是鬼真的存在。所以虽然我有我的信仰，但是我对于其他的信仰或是坚决反信仰的信仰也都是听听而已，反正没有办法100%确定他要讲什么就让他们讲，在谁都没有办法提出证据的情况下，那就是谁的逻辑最完整，谁就比较可信。这本书他是没有说是他的自传，但是事实上就是他的自传，从他小时候到他娶妻生子，然后跟风云道者对话开始写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他会写这本书是因为风云道者要求他写，他一开始还不是很想写，而且写这本书好像没有带给他什么实质的利益。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是他小时候做生意的那段经历。至于他跟那些鬼交涉斗智的过程，因为我前面讲过，因为我不是道教徒，所以有一些民俗信仰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必须说这本书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开始只是抱着想知道他说什么的观点借来看，也并没有觉得一定要看完，就可能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不想看了。但是结果我不但看完了，现在看了第2遍。所以我觉得即使你是抱着娱乐性质的心态来看，其实也蛮值得看的。它有点像那种
民间的灵异传说，或者是鬼吹灯，或是盗墓笔记这种灵异冒险类的内容，但是是比较 local 的感觉，因为是他是比较早期的人嘛，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活，然后加上一些鬼怪的故事，里面甚至还有出现飞碟，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读小说的话，我蛮推的。但如果你看到你的宗教被批评会动怒，那就建议不要。而且它里面还提到一个我觉得蛮佩服的地方，就是这个人没有受过很高等的教育，所以他是不识字的。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有别人协助，但是也是他去自学读书写字，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觉得以这点来说，就是如果你要说他是疯了才写这本书，但他的毅力是也蛮值得敬佩的。总之他的话是真是假，我真的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觉得在娱乐方面至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你如果要我瞎掰，我还真的掰不出这么丰富的内容。而且重点是这么宗教政治不正确的内容，其实要卖也卖不出多少本，所以他应该也没有从中获得很多的利润。他也有他的正职，他的正职不是作家，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的那个作品原理我没有很仔细看，但是感觉上应该是一种类似庙里雕塑，然后把它做成一幅版画的那种做法。书里面有一些图片，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像是立体的作画。既然他是反宗教的人，他当然也会给出一些他的对人生的建议嘛。那我这边讲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啦。我先讲我个人觉得似乎可行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我相信应该全世界没有什么宗教会反对，就是你要把周遭环境打扫干净。这个就算不信教，在科学上也是行得通的。至于民俗上，风水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为什么要打扫干净呢？他给的理由非常有趣，其实这整本书都非常有趣。他的世界观、宗教观里面的鬼是会扮成，有一点像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龙猫》里面的那个灰尘啊，不是长得很像是一个黑色的小煤球那样吗？他的宗教观里面的鬼大致上就是长那个样。然后也会扮成类似像是飞虫之类的生物，所以他的看法是，你的房间里面如果没有灰尘，或者是没有昆虫，就是那种小型的昆虫啦，我不太确定蜘蛛或者壁虎这种大型的昆虫算不算。如果你的房间里面维持干净，没有那种东西的话，那鬼就没有办法冒充他的形体，躲在你的房间里吸取你的磁流。他说的磁流就是人体会产生的人体电流，他觉得鬼是吃那些东西长大的。但是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保持干净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另外一点，他是建议说不要太信教，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也是同意的，但是他的看法是他觉得连去宗教场所都不好，因为他认为鬼都会躲在宗教场所里面趁机吸取人类的磁流。但是因为宗教场所确实有一些是蛮脏的，可是也是有一些比较窗明几净的宗教场所，所以我不太确定如果是那种比较干净的宗教场所，那鬼要躲在哪里。再来一个我个人也同意的建议，就是他建议不要吃素食。我知道佛教徒可能会反对这件事情，不过他给的理由倒不是说吃素食有什么他的宗教观上的不好，他是认为说如果你的身体比较弱，那就比较容易让邪恶的鬼有可乘之机。那吃素食会让人的就是精神或者身体比较不好，所以他是用身体健康的方面在劝不要吃素食。我身边的确是有一些人可能是体质不太适合吃，或者是说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顾及营养均衡吧，所以感觉上他吃素似乎没有比较健康。我自己的观点也是觉得身体健康还是比宗教信仰重要啦。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办法吃素同时又顾及健康，那我的话我会选健康，我不会选宗教。这三个是我个人同意他的地方。再来讲一下有一些我觉得有疑虑或是我不太理解的建议。第一个是他认为说我们人出生应该都是健康的，如果有身体不健康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症的话，那就是那个鬼在作怪。因为他整本都是在讲他遇到的一些鬼害人的故事，所以他没有针对这点去做非常详细的说明。我是觉得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查不出病因，那就是
鬼在作怪，我觉得这样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否定掉就是科学上面检查出来的病因，或是你个人生活习惯不良导致的病症，全部都怪到鬼身上，那好像就不太合理。再来一点，也不能说我不同意，但是我是很好奇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讲，可能它之后的集数会讲。就是它里面好像提了2-3次吧，就是他大推吃牛肉和甘草这2样食物。但是因为有一些传统的那个台湾人或是务农的民族会因为牛曾经帮我们耕作，所以不吃牛肉嘛。它里面倒是没有说这个是鬼的计谋，因为它里面会说很多习俗信仰都是鬼的计谋，例如说穿红衣服气色比较好，他觉得这是鬼的计谋。但是他对于他推荐的食物并没有讲为什么，还没有讲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讲。但是任何的食物如果没有什么污染，然后是原型食物啊，确实也都是好食物，只是不知道为何他特推这2样。至于第3点，我个人不太推崇，但是我也不敢完全的反对，就是它里面好像曾经提过，他有一次出车祸，然后医生判断是要截肢，但是他用一种算是传统疗法的方法治好了。我其实也并不会觉得说西医的疗法一定适合所有的病症，我觉得传统疗法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用，但是车祸人要截肢，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赶快做，你留着那条腿，它最后坏死，可能会变成蜂窝组织炎或是什么炎症之类更麻烦的病症，就导致人死亡，或者是你必须要截肢更大的范围。所以这件事假如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还是会同意截肢啦。还有一点其实跟书的剧情或是他要表达的价值观是没有什么关联，只是我个人的感想。虽然我也不是一个非常相信人性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身边的人好像都还蛮可怕的，尤其是他的老婆跟他的家人，他原生的家人。但是他也没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傻白甜就完美的受害者，他也是有一些你如果要造神的话，感觉上不太政治正确的事情。而他的人生里也有遇到蛮多好人，只是说在那个年代，可能在不识字的阶层，坏的就真的还蛮糟糕的，会有一些蛮荒谬、蛮莫名其妙的事件。他跟他老婆的关系，如果你用现代把妹学去看的话，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太贝塔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好像观念就是比较传统，通常嫁娶不好也就认了。他的书里面也是有一些女人嫁得不太好的案子，可能是因为他写这本书描述的方法让人觉得代入感还蛮强的，所以在那种民智未开的年代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就让人有一种好像就在你眼前发生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宗教观，所以里面确实提了很多跟我们现在的认知不太一样的见解。大部分我是觉得，比如说对于鬼是怎么样啊，或者是阴曹地府怎样运作啊，这种我觉得对现实的影响不是很大。它里面讲到，我个人觉得，假如是真的，最可怕的一点是，他认为庙里面那个鸡童 K 党是被鬼附身，而且如果你很信这些东西的话，鬼可能会透过你平常的宗教活动跟到你家里，继续吸取你身上的能量，或是更惨一点的话，有可能你会被他们给抓交替。其实我以前也曾经怀疑过某一些乩童，或者是说号称可以通灵的人，或是号称自己见过鬼或者是见过神迹的人，只是在演戏说谎。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他们只是在演戏说谎，甚至是骗财骗色，都还好一点，因为钱毕竟是可以再赚啊，被骗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依照他这个说法，那就是你其实会越信教，你人越不健康，甚至还可能比较容易出意外。假如是真的，那就真的有点可怕。我后来决定比较认真的看待这本书，应该是有被这点打动，虽然他也没有办法证实啦。但是，你们看就知道，我自己是觉得它整个逻辑确实圆的还蛮完整的。如果硬要说它的逻辑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有问题的部分，那应该就是他认为别人的通灵是假的，但是他写这本书事实上也应该算是他通灵的那个对象告诉他的。那为什么他有办法证明他是真的？这个他就没有特别讲。但是我也承认，
基本上所有通灵的人都没有办法证明他们讲的是真的，就如同他们没有办法证明神存在一样。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让所有的人类自由选择宗教，而不是由家人继承，或者是在那个人低潮的时候信了教的话，可能拼的就是谁的教义不合理的部分比较少了。他在这本书里面对于通灵的说法是说，如果他是灵魂出窍的话，那就不是被鬼控制，但是理论上正常人没有办法灵魂出窍，那为什么他可以？是因为他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写这本书，所以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里面有讲到说，他认为好的鬼或是神是不能够接近人类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接近他？也是为了叫他写书。而我还没有看完整本书，但是据这本书跟其他网友讲他后面的情节，写这本书并没有带给他的人生大富大贵，就是说没有带给他什么好处啦。他如果不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以他之前描述他的就是工作经历啊、经商经历的话，这个人其实还蛮有才的。如果他不要搞这个东西，就认真的经商或是作画，我觉得可能可以过着比他现在更好的生活。而且虽然那个鬼一直在烦他，叫他写书，但是其实直至这本书的结束，他都还没有动笔，因为他不太想写，他这个时候还不识字，所以可能要等到后面的几本他才会开始动笔。这一集就像所有的连载跟热门影集一样，卡在了一个让人非常焦虑的地方。最后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籍的外观好了。我以前的影片也有这个部分，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需要的程度是怎么样，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蛮多人听这种影片其实是希望可以快速的理解书的内容，但是并不是想真的去借或者买实体书，所以想一想这个部分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重要，我就把它放在最后面好了。或者是说其实这个部分根本就不需要做，如果有人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的字很大，而且它是标楷体，所以它的字就是有大颗，然后怎么讲呢，实心的地方有很多，所以即便是在光线没有那么充足的地方，还是看得非常清楚。不过当然是建议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看，对眼睛比较好。只是我自己现在有点年纪了，对于那种真的字小到靠北的书会觉得有一点吃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友善中老年人。而且再加上它是直书，我那个时候拿到刚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是国文课本。因为自从离开学校很久之后，就看的书通常如果是翻译一定是横书嘛，即便是直书通常也是新细明体，就是这种像国文课本一样的字形跟排版真的已经很少遇到了。但是我现在看意外的觉得好像其实这样子排是比较容易阅读的。我这本书是图书馆借来的，所以状况算是还不错，应该是他们的协会自己去捐赠的。因为他写这种可怕的内容，想也知道不会有出版社敢帮他出版，所以他们是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叫做草子儿工作室。在脸书跟他们自己的网站应该都还能够联络到这个团体。这个团体现在好像成立了一个，我印象中是叫做人生真相推广协会之类的社团，大概就是一些书友在讨论这本书的内容，我没有很仔细翻，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本书是107年4月出版的，它应该有重改过很多次，因为据他们说他们有一直在修正，但是定价蛮贵的，是800块。这个价钱好像超越了我上一本讲的那个恋爱导师自己出版的那本书。但是因为他们网络上据说有这本书全部的内容，等于是就是公开给大家看，算是没有版权的吧。所以它这个价钱我不太确定是它的成本呢，还是说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只是想要传播真相，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用这本书的内容来赚钱。这本书也是他们工作室捐赠给图书馆的。
至于它的内容，我觉得算是蛮通顺的，因为一开始是作者自己写，后来是一个他朋友的儿媳妇有帮他执笔，那个人好像是有念过书的。然后作者的意思是说，为了要让没有念过书只是识字的人也能够了解书中的内容，所以有故意写的比较简单一点，没有用什么很华丽的词藻或是成语之类的。硬要说哪里我觉得不顺的话，应该是他对于那些就是他的宗教观里面的鬼神啊，有一些他给他们的名词，但是因为他就不是专业的作者嘛，也不是写书要卖，所以我是觉得他帮这些鬼们取的名称有点像是那种喜欢布袋戏或是宫庙文化的年轻人会使用的游戏 ID， 并不是说这些文化不好，只是我看到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书本身并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个人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稍微去浏览他们协会啊或者是脸书，就是他们书友之间的讨论，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因为你在句子里面加一些自己创的名词，可能本来就会觉得这句子看起来有点卡，那讨论串又不像说书可以一直修很多遍，可能就是平常像我们赖传话比较随性一点，就会有一种句子颠三倒四的状况。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其实书的内容你让我来判断，我是觉得如果撇除掉宗教信仰的情感因素的话，你纯粹以它逻辑的圆满程度来说，我觉得可信度还蛮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被一些人拿去讨论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什么不太正常的东西。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在帮那些鬼神或者是他们就是人体身上的灵魂取名字的时候啊，很喜欢在后面加一个者字，像是我们俗称灵魂，他就说灵魂跟者，然后风云道者也是阴间的一个官位嘛。另外还有一种官位叫做度畜生者，其实用这个字是也没有错，我觉得可能是我以前不太常看这种类型的书，所以对于他们的用字或是遣词好像不太习惯。我觉得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有一种像那种看很多翻译人名的小说会有点记不太清楚谁是谁的那个状况，但是看久之后就好一点。所以我是觉得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顺，我觉得文笔不错，然后故事也蛮精彩的。硬要说哪里有点卡卡的感觉，就是他取名字的时候取的有点难记忆吧。不过总体来说我蛮推的。我一开始是看到有人把这本书做成那个 YouTube 影片，应该也是他们的工作室自己做的，但是我觉得看书的娱乐性远比影片高很多，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看书。